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。那么来看一下，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篇禅师原文。禅师不单有教你炒股票108课，还有很多在2007年到08年期间，他有很多的文章，对吧？跟股票相关的也有，还有很多他个人的一些解盘的文章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学习缠论的时候，你不单单是要看教你炒股票108课，你还要看他的这个课后的回复，还要看他每天的那个解盘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很细的东西。如果说你不去看的话，或者说你不结合当天那个走势，再加上禅师的解盘的话，你体会不到禅师他很多埋藏在这个108课之下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。所以说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在你学会了这个缠论之后，或者说你通读了一遍之后，你对这个缠论有一些了解之后，那最好是能够把你能找到相关的文章全部都看一遍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找到的这篇，对不起，晚到的解盘，2007年11月25号。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新浪博客上的文章，新浪博客上的文章啊，很多已经都被删掉了，出于各种原因，大家都懂的原因，都被删掉了。那么你要想，网络上有很多保存的禅师的文章，随便一搜能搜到。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在新浪文章上的这篇文章，2007年11月25号。那么因为这个文章是比较短，我们需要结合图形来看一下，我们就用这种分屏的模式。那么右侧的话就是禅师的这篇文章，对不起，晚到的解盘，2007年11月25号，这是在晚上10点钟发出的文章。那么11月25号那天呢是个周日，对吧？那么你看这个，我已经把这个 K 线给画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11月25号在哪个附近。这是2007年11月23号是周五，所以说11月25号的话是周日的晚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况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？那么 A 股的话是在07年10月16号见顶，6124这个大顶在10月16号。那么在10月16号之后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2007年11月23号的时候，我们测一下它跌了多少。那么我们把它拉到最低点，也就是这个10月23号这个低点，从6124到这个低点刚好跌了20%，刚好跌了20%。它是先跌了一段之后给了一个二脉，一个日线的二脉之后又跌了第三段。那么我们测一下第一段跌了多少？10%，看到没有？一个10%的下跌，然后给了一个反弹。我们再测一下反弹了多少？我们反过来测，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反弹了10%，看到没有？跌了10%之后给一个反弹之后10%，然后又跌了，应该是15%左右。18%。所以说呀，现在标普的这个情况跟这个差不多耶。现在标普也是跌了10%了。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图形，也是跌了10%，现在是有希望给到一笔反弹。所以说我在最近的做直播的时候一直提醒，这个日线的二脉一定不能错过。你一旦错过了日线的二脉，后面给你一个18%到20%的一个回撤呀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 A 股从6124见大顶之后，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呢？它是从6124、1、2、3、4、5段，虽然说这个第五段最低点4812并没有跌破4778，给到了一个日线的二买，然后一个123上去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从最高点下来的话，还是一个5。那么它这个3，你目测的话，这个3也比1是强的，不背驰，所以说这个四浪反弹是很弱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四浪反弹，也就是在5%左右的空间啊，
涨了8%，这个8%之后又回撤了5%到6%的一个空间之后，才出现了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反弹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在没有背驰的情况下，你这个反弹你要不要抢？这个4浪反弹你要不要做，就看你个人的。最好的当然是做2买了，对吧？再次回落的时候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就是2买。那么因为2买之所以它确认性更强一点，因为有一个1买给你做参照，对吧？所以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，禅师在07年11月25号写了这篇文章，我们读一下，看看他是怎么分析的，对吧？在这个位置你应该怎么做？我们看一下禅师他是怎么做的，他是怎么分析的。回来晚了，不过要打开一个股权收购战，要开打一个股权收购战。虽然和某上市公司有关，但只和其资产有关，不涉及上市公司本身。因此这几天可能极端忙碌，有时候解盘可能要推迟，例如明天，请各位原谅。前面说了，在120天线附近，在120天线附近，最坏的情况也肯定有一次对5000点的反抽。大盘周五走势其实就是来自演绎这个剧本，问题在于给多头最后一次机会，多头能否给点勇气，依靠120天线站住5000点，下周就要见分晓，对吧？他这里强调了120天线，发现没有？120天线是半年线，那么200天或者250天就看你，因为欧美国家喜欢用200天来做分析，当成年限。那么 A 股的话，有时候用250天，就是个人习惯都差不太多。那么他说到了120天，也就是半年线这里，这个就是120天，看到没有？在禅师说的，这个10月25号之后的下一周，也就是过了1、2、3吧，3天这个交易日，它微微跌破了120天，然后形成了底分型，反弹了一笔，对吧？所以120天为什么要在我的图形上有120天和200天就在这里？所以说，半年线肯定是要考验一下的，肯定也是有支撑的。所谓的半年线就是最近半年以来的人的买入价的一个均值，就是一个平均值，他们的成本在这个位置，你跌到这个他们的成本了，他们肯定要买一下，对吧？摊低一下成本，这就是为什么会在这种半年线呢、年线这里得到支撑的一个原因，就是长期看好的人到了他们的成本价了，他们可能要做一些操作。或者说他们如果说长期看好的话，他们肯定是要做买入动作的，这就是120天线给到的一个这个动作。那么在禅师也这里说了，5163点是一个关键位置，能否重新站上去，就是继续中枢震荡。看一下5163在哪里。那么5163这个最低点在5085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说过的这个禅师10月25号分析完之后，这个是5154，也就是2007年11月20号、11月22号这天的高点是这个5154。那么他说的是5163是一个关键位置，我们看他前一天最低点是5210，所以说他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缺口。我们把这个K 线的看一下裸 K， 就是这几根 K 线，看到没有？这4根 K 线有一个小缺口，然后这个上面这根线的低点5210，下一根那个 K 线的高点5154，所以说他说的是5163是一个关键位置，能否重新站上去，就是继续中震荡。因为啊，这个位置是形成了一个底分型的，这里已经有一个底分型了，对吧？那么禅师说的那天，其实是在这个是有2根 K 线，我画一下，是这样一个结构，一根 K 线，然后有一个小缺口，再跌一个，然后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 K 线，对吧？禅师说的时候是在过了这根 K 线的周末，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底分型的雏形了。这里是一个因为我们看现在复盘的话，我们知道第2天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。如果说第2天上涨了，那么在底分型有3元素，第1元素、第2元素、第3元素。第1元素的高点就是这个底分型的区间，
对吧？底分型的上沿就第一元素的上沿是底分型的上沿，第二元素的低点是这个底分型的下沿。所以这个区间如果说能够有效突破这个区间的话，那么意味着这里有希望能够反弹一笔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说5163这个位置是比较关键。你想出现底分型，然后延续上涨，必须要站上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继续读，5163是一个关键的位置，能否重新站上，就是继续中枢震荡，否则就要考验120天支撑。下周是月线收盘，如果不能收在5月线附近，那么后面将要去考验10月线支撑。注意，从中长线角度，这段关键了啊！注意，从中长线角度，月线的顶分型成立后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是否延伸为笔。一旦延伸为笔，那么在月线的底分型出来之前，大盘不会有任何中长线的实质性的上涨。这段话我们画一下图形，就是说，首先月线的顶分型成立以后，月线顶分型，这是我用这个3根 K 线画一下顶分型。如果说顶分型确立成立了，那么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是否延伸为一笔。想要延伸出一笔的话，是最少要有5根 K 线的，对吧？就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。那么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什么时候可以买呢？在月线的底分型出来之前，大盘不会有任何中长线的实质性的上涨。在没有底分型之前，这个样才会出现底分型。只要没有出现底分型，它就可以一直延续下跌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只要你没有看到月线的底分型之前，那么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中长线的上涨，你只能做非常短的这种反弹，晓得吧？所以说，一旦月线的顶分型成立之后，你就不要想着，哎呀，我要现在可能要做中期反弹了，或者说一个这个延续时间长一点的反弹了，或者上涨，没有，在没有出现底分型之前，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？这个解盘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现在美股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等一下我们分析标普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然后个股、题材股已经有些开始骚动了，除了那些特别兴奋的，一般大的骚动还是在明年。下面基本上就是禅师说的当时 A 股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往下读了。但是最主要的，其实我就想引出这个，对吧？在月线顶分型成立之后，那么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是否延伸为笔。一旦延伸为笔，那么在月线的底分型出来之前，一定要注意这句话，没有任何实质的中长线的一个上涨，对吧？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的解盘。等一下我们在分析标普的时候，再详细分析标普。我们再回到我的这个解盘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上。我们来看一下下周非常重要的联储的利率决议要来了。那么下周三下午2点，先是这个利率决议，然后这个2点半大记者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，周五的话是给到了一些反弹，给到了大家一些希望。我也是希望这次起码在美联储利率决议之前吧。我在周五做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那种情况了。最好是能给一次反弹，给大家一些出逃的机会，要不然的话后面是非常惨烈的。那么希望能够给到这种情况，起码在会议之前给到这种情况。我先不管会议结果，它有可能到了会议之后，利用这个会议来砸盘也可以，对吧？所以说下周三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。那么周一的话还有一个零售数据，这个也需要相对的关注一下。毕竟这个现在在这个周五出的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非常低，那么可能对这个零售数据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如果说这个跟零售相关的一些公司，比如沃尔玛啦、Costco 啦、这个 Target 啦，对吧？这些可能受影响都比较大。然后周四就是联储利率决议之后了，相对影响会少一些。最重要还是在周三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个，先看标普。我们来看一下标普的月线，我们刚才酝酿了那么半天，就是要引出这个来。
6147，非常的恐怖的一个大顶分型，看到没有？非常恐怖。现在看的是裸 K， 这个顶分型是超级的，怎么说呢？这是超级强顶分。我们之前讲过，顶分型分强顶分和弱顶分。那么可能是我们再复习一下，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有3元素：第一根 K 线第一元素，第二根 K 线第二元素，第三根 K 线第三元素。那么什么叫强顶分呢？就是第三元素的低点跌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因为第三元素的低点是跌破了它。如果说是一个弱顶分型，就是第三元素的低点没有跌破第一元素的低点，这就是弱顶分型。那么强顶分和弱顶分唯一的区别就是强顶分型更容易形成回落一笔，弱顶分型的话，它完全是可以跟很弱的也回落一笔了，但是又再次上涨，甚至是都不回落，可能回落都不够一笔，可能只有1、2、3，然后直接再上涨，打掉前面这个，就是说弱顶分型更容易形成中继顶分型，对吧？你看前面这里，这里形成过顶分型，顶分型，这里的话也有顶分型，这个顶分型，然后到这里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5次顶分型了。月线上已经形成过5次，现在是第5次顶分型。我们看一下前面顶分型，看这个就是一个偏弱的顶分型，它就没有第三元素就没有跌破第一元素低点，这个也是更弱。你看我们第二个顶分型更弱，第三元素它这个离这个第三元素离第一元素的中间位置还很远呢，可能刚到中间位置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顶分型，但是呢，它只是回落了3个月。然后打掉这个顶分型变成中继的，然后之后再次形成顶分型，也是一个偏弱的顶分型，也没有跌破第三元素，也没有跌破第一元素的低点，然后这里是形成过一个偏强的顶分型，第3根，但是呢，第三元素的低点给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，是这样的。下影线非常长，收回来了，而且吧，就是说当月的收线收在了基本上最高点，那么它也是形成更大概率的这个中继顶分型了，对吧？你可能在收出一个很长的上影线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那么因为有长上影线，长的下影线呢 ，sorry， 有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，说明这个下面的支撑力度是比较强的，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也是形成了一个中继的。那么就到了这个位置。那么之前是有过一些包含关系，直到6147，跟这个 A 股那个也是数字挺接近的 ，A 股是6124，美股是6147，都是6000多点，这也是非常有意思。那么现在真的是出现了一个这么强的一个顶分型。如果说啊，我真的希望能够在本月，因为下周就要出这个利率决议了，起码给到一个回拉到这个K 线的中间吧。那么收成这样的话也是能接受的。然后这个上影线稍微来一点，然后这个 K 线实体小一点，然后是收成一个这样的顶分型，也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我们也能接受。那么这样的话。你还是能在它收成这个收线之前，能够有机会让你逃离的。那么它在下一个月的话，可能是这样，慢慢的回落一笔，对吧？所以说是有机会出逃的。那么禅师已经说了，一旦确认月线出现大的顶分型之后，那么它如果说真的要延伸出一笔的话，你什么时候能够买回来呢？直到出现月线的底分型的时候。你才有可能买回来，才有可能有中长线的这个上涨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看的周期很大呀，是月线，在它的内部的话，肯定也有日线或者说60分钟、30分钟的反弹，肯定是有的。但是你想要一个延续性比较好的反弹的话，可能只有出现月的底分型的时候才可能有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盲目的抄底，对吧？一旦它这个月收完之后，它如果说真的要延续下跌的时候，不要盲目抄。盲目抄最有可能就是子弹很快就打光了，对吧？
你等到真正出现大底的时候，你没子弹了，你就等着解放军给你，或等着这个国家队进场给你解放你呢，那有啥意思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出现这个时候，首先给到机会让你出逃的时候，一定要出逃，一定要减仓，甚至是做一点对冲，有能力的话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才能够为之后的一笔下跌做好准备。如果说它要下跌，我们先测一下位置。如果说要跌到4818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空间有多少，14%，对吧？它如果说跌到4818的话，需要跌14%的一个空间，从现在价格才能够有一些支撑，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了嘛，对吧？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其他周期的，因为每个周期可以不同，但是方法可以一样。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方法可以套用在不同的周期上，所以说它下跌到4818以下之后，才有可能得到支撑的。这些空间从现在的价格到4818之间没有任何的支撑，或者没有大的支撑，对吧？这14%，你如果说硬扛的话，那这个指数跌14%，你这个个股可能就要腰斩了，可能是膝盖斩都有可能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刚才学习禅师那篇解盘的文章，然后引申到这个标普的月线上。那么现在已经出现这么大一个月的顶分型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机会给到我们一些下周一些指引。周线上3491上涨到现在这个6147之后，看一下它的结构。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跟会员朋友们解盘的时候已经说过，复盘的时候说过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。从3491进入段3笔构成中枢离开，到了6099之后给了一次回落，前面也有过回落，但是这些回落都不够比，按照我们缠论都不够比，直到6099这一段回落。可能也有其他的朋友不认同我这个，但是在我这里的话，我是把它当成一笔的。我先说一下我的理由，就是首先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它是我们看一下裸 K， 经过包含处理的话，因为笔在缠论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新笔，一种是老笔。那么老笔的话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，那么这是顶，这是底，对吧？那么中间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不能有第3根 K 线是不能够被第2根或者说第4根 K 线有包含的，就是说经过包含处理之后不能有包含，这是老笔。那么什么是新笔呢？新笔是这样，这是第3根，然后第4根，然后第5根，哎，不对，少一个，是这样。你发现没有？这个第3根 K 线跟第2根 K 线就是形成这一笔的这个，我说的是1、2、3、4、5在这里，对吧？那么第2根和第3根是有包含关系的，但是在新笔里面这是可以用的，在禅师里面它是经过这个分别的。那么你要么是用这个老笔，要么用新笔，这两种都可以，看你自己。你一旦选择了一个的话，你就一直用一种，延续要这个延续性，对吧？这个连贯性。你不要说，哎呦，这个图这个股票我用新笔，那个股票我用老笔，那你就这个就乱了。所以说要用就用一种。在我这里的话，它这里是形成了这个新笔的结构，所以说我在这里是这个用到回落一笔。但如果说用严格的包含处理的话，它是不够的。它严格处理之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没有包含关系，但是后面是有包含关系，就是现在是这样，对吧？然后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它只有4根 K 线。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只有4根 K 线，因为后面也有2个包含，是后包含。那么前面是前包含，所以这只有4根，所以这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是其他朋友在这里有一些疑问的原因。在我这里的话是够比的。那么我这个里是一直说这个是一个3买，针对下面这个周线大中枢是3买。然后到了5773之后，又打了一个高点，又突破了6099，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，这是一个周线的一个盘整背驰啊。那么出现盘整背驰之后，也是满足这个老笔的一个应用，对吧？也是因为它其中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，如果说用新笔的话，没有包含关系，
这5根 K 线没有报恩关系，你用新老的这个规则都可以用，都是一笔的一个上涨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反弹是完美的形成了一笔之后出现了下跌，然后也是形成了一个强顶分型，对吧？出现了一个强顶分型之后，出现了现在已经连跌了4周了，连跌了这个1个月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，现在如果说月线上要延续一笔的话，这里希望是，下周给一次反弹先，给一笔反弹，然后再看它下周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张口，快慢这个 MACD 的张口张得太大了，那么只有它收平之后，到0轴附近收平才有可能起来一下子。那么这个的话就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有可能去120周都有可能啊，那可能就去5000点了，对吧？从现在价格去5000的话，12%的一个空间太大，所以说这种大的回落我们能够避开还是尽量要避开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美股走的是非常恶劣的。那么再看一下次级别，从6147，对吧？连跌了1个月，连跌了4周，然后有过一些尝试出现底分型，都被打掉了。直到这个周五出现了一个已经反复测试，这个也是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开始拐头了迹象，然后柱子的长度也不再伸长了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周五的这根 K 线，周五的这个 MACD 的柱子已经不开始伸长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。前面的话是一直在伸长，对吧？前面一直下跌，这个柱子的长度是每天都在伸长，然后直到今天开始不伸长了。那么我在周五直播都说了，因为下周3是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，那么下周3在利率决议2点之前的话，会有3根 K 线，希望这3根 K 线能够推到200天这里，对吧？也就是年线那个位置。如果说能够推到200天等待这个利率决议的话，如果说你是偏保守的话，到了这个位置，我建议是先减一点，对吧？先减一点仓位，不管它能够继续再往上推到120天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最高点测一下，到这个200天刚好在0.382，看到没有？到这个120天的话，刚好推到了0.618，所以说，先推到这个0.382看这个位置，建议减一点。如果说它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，那再往上拿一拿，看能不能够再次延续到这个0.618之后，再给的一个大的二卖。无论是到这个哪个位置，它如果说不能够有力度的突破0.618的话，都是二卖，都是二卖。日线这个二卖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抓得住。这个位置你不减仓，后面呢就不知道走多深了。因为指数跌这么多的话，那个股的话肯定是都是稀里哗啦的。所以说这个日线的二卖一定要抓得住，那么别等到最后到这个下面的时候去割肉去。你这个位置不减仓，下面的话没法加呀，对吧？你不可能一路加吧？那的话你得有兜深才可以，兜不够深的话，那么下面就不知道有多深了。所以说下周希望能够给到我们刚才设计的这种反弹，在这个财报之前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次级别，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次级别的一个结构。因为今天我们准备因为在过去的1周直播已经讲过了很多的这个个股，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这个 VIX， 其他的就不准备分析了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日线1小时这个结构，从6147下来。好的，这是6147下来之后，看一下结构。6147先是进入段2次反弹，构成中枢大 A， 再次下跌，再次反弹，给到一个3卖之后再次下跌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盘整背驰，对吧？这3段形成了一个盘整背驰，形成盘整背驰之后一次反弹，力度很弱，连这个前面的小高点都没有触及，那么非常弱。这要再次2次反弹确认，再次形成中枢大 B， 然后因为这个反弹非常弱嘛，再次下跌，再次跌破了前面几个低点，然后这个里边内部结构有背驰了，再次出现反弹，
又给到一个三脉，也就是针对第二个大 B 中枢的三脉之后，再次向下，再次跌破前面的低点，又出现了盘整背驰，直到周五出现了一个偏强一点的反弹。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反弹已经突到了前面的小高点，已经突到了5642这个附近了，所以这是偏强的反弹。然后再加上 MACD， 看到没有？是这个背驰的之后的一个反弹，就是前面这3笔是出现了1小时的盘整背驰，然后你看这个明显嘛 ，MACD 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前面这个低点。然后前面这个低点的 MACD 是对应非常低的位置，负60了，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负40左右。那么这样的话是价格出现了比前面的低，但是 MACD 并没有比前面的低，明显背驰了嘛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柱子也是，这个柱子的面积非常小，你看前面这个柱子的面积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就是双背驰，典型的双背驰。那么出现背驰之后，MACD 跟随张口张得非常大，看到没有？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大，张得大的意义的是，就是说它的动能很强。那么动能很强，冲到了这个现在5642，现在这个1小时上还没有出现顶纹型呢，现在这个顶纹型还没有出现，那么它可以继续往上走，对吧？那就看它这个延续性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，起码冲到这个120小时均线这里，对吧？冲到这里的话是在5800，我们看一下日线那个0.382在哪儿？5750。5800是要突破这个0.382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在1小时上，强的话，我们期待是能够起码突到5800，再强的话就是5920，这就是看这2根均线它能够突到哪里，之后看看能不能给到一个回落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回落是这个美联储利率决议造成的话，我们就要注意这里能不能给个二买。如果说不能够跌破5504的话，还是一个二买，看看能不能再次做一次反弹。也就是说，在1小时上，如果说能有3段的反弹的话，我们就要关注第3段能不能够有背驰。如果说背驰的话，就赶紧跑。那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日线那个大二脉。如果说不背驰，就这种，那就可以看到有没有5段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这是这个回落之后，就是美联储这个如果说出现砸盘的话，不能够砸掉这个5540的话，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有希望出现一个二买。如果说它这个砸盘砸剁了这个5504的话，但是呢，就先看这个，如果说这笔反弹是够在日线上是够比的话，那么这个位置反弹就已经是二卖了，那就直接走反向了。如果说直接走反向，它要跌破前面的5504的话，我们就看大周期上能不能够有背驰，也就是看日线上能不能够这里是出现一个日线的一个大背驰。但是它如果说是一个快速往下走的话，就看这段杀的快不快。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，我们需要看起码15分钟上，如果说能有2中枢的话，如果说它这个杀的级别特别快，可能不带中枢都是这个浪形往下走的话，千万不要抄底。千万不要往里抄，因为它可能很快杀掉5540之后，可能才弹一下，然后继续往下走，晓得吧？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凶险的，就看这次反弹的一个位置，对吧？是能冲到这里还是冲到这里？不论怎样，都要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先减仓，然后看它能不能给一个二买。不能给二买的话，那就要继续等。所以说现在这个图形上非常差。图形上非常差，如果说能够给到反弹的话，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是能够让你起码能够留一些子弹出来，起码能够留一些子弹，等待再次大的反弹的时候，能不能够起码做大的反弹嘛？因为虽然说如果说要进入熊市的话，熊市里面是快涨慢跌，对吧？它还是有涨的。如果说你能把这些反弹抓住的话，起码还能。如果说你不能够做空的话，但是做空也不容易啊，在熊市里面，因为熊市它是慢跌，你一旦没有那个耐心拿得住空仓，如果说你是用的期权也好，或者说因为裸空的话是危险比较大的嘛，大部分人是可能会用期权，但是期权它是更难呢，它是要核实到核价呀。你除非是买的那个日期比较远一点的，比如说明年的、后年的那种，可能是这个能拿得住，但是那样的话利润也没有多少。对吧？所以说做期权对冲的话，相对难度比较大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减仓。对我们散户来讲，最好的对冲的办法就是减仓。
所以说这是针对指数，我们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给到的这次反弹的机会，能够留一些子弹出来，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博反弹。好的，这是针对指数，我们再看一下 VIX。VIX 的话，好就好在我最近也是一直在观察它，因为现在不做录播了，没有办法去分析它。那么大家自己的话可以多看一看这个 VIX。VIX 的话体现的是这些机构对这个大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观感，对吧？他们如果觉得大跌的时候，他们肯定是要买这个期权做对冲的嘛，因为这个 VIX 就是这个 put 和 call 的这个体现在这个上面，对吧？对期权的一个体现，对他们对冲的一个体现。那么从这个12.7这里是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好就好在它没有出现前面这一段的这种快速往上拉，对吧？前面的是明显牛市节奏，为什么说是牛市节奏呢？它是快速往上涨，牛市是快跌慢涨，一旦出现快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 VIX 就会快速往上拉，所以说它是这样，快速往上拉的时候，你看它这个在这个2024年8月5号这天，出现了这么大一个上影线，但是很快又回落了，对吧？这种快跌的话，比如说它快涨的，我们反而是喜欢的，因为针对相对的指数那边是慢慢能够回来的。但是你发现这段没有快速上涨，发现没有？全部都是小阳线慢慢往上爬，对吧？说明机构也不现在就是不明朗嘛，现在就是特朗普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一会儿要给你贸易战，一会儿又不贸易战，一会儿是加这50%，一会儿又不加多少多少的，他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，造成了你不敢买，发现没有？他不敢买对冲，也就没有出现那种大幅上涨的原因。所以说呀，现在又回落了。最好的是能够回落到中线这个位置，就是这里有一个中枢、一个中轨的位置。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标普的日线的话，也就有希望它也跌3天，看它能不能够跌3天，跌到这个中轨附近，然后这个 MACD 的快慢线也能够回落一点。到了这个位置，我们要警惕一点，看它如果说能够再次往上走的话，意味着指数那边就要开始下跌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只要它能够继续慢慢的回落的话，都对我们指数那边的话，你也不会用太这个紧张，直到到了中轨附近，对吧？甚至是踩到这个2根均线，一个120天和200天均线这个位置，如果说能够踩到这2根均线这个得到支撑上去的话，也是可能对指数那边杀伤力比较大的。你看前面，看这里，对吧？这是踩到了中轨的，又弹了一下。这是跌破了这个2根均线，所以说在这些位置得到支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了。如果说踩到这个2根均线得到支撑，它这里是有上涨，那么针对指数那边就是下跌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是先看中轨，然后再看这2根均线就好了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这么多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